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过了2个小时，那艘铁甲舰终于来到了我的埋伏点附近。我发现了一个对方的弱点，那就是整体航速比较慢。那艘铁甲舰万万没想到，居然还有人敢留在这里偷袭它，甚至还在它的航道上放置了水雷。最可气的是，在水雷旁边还有一个自走机械，根据铁甲舰的行进方向调整水雷的位置。毫无防备之下，闪电号铁甲舰与一颗水雷进行了亲密接触，一道白色的浪花激起，毫无防备的铁甲舰的船头高高扬起，随后又狠狠砸了下去，将浪花溅起10多米高。巨大的船体一阵剧烈的晃动，这艘铁甲舰却只是船首破了一个大洞，水密隔舱进入了大量的海水，但一时半会还没有沉没的风险。离席，立刻启动幻影风帆，逃离这片区域，同时向司命先生通知这里的情况，请他火速增援。是。发报员开始发报。船上的风帆金色符文闪动，闪电号以近乎瞬移的速度急速向着10公里之外急速行驶。只要逃出这片区域，就没有问题了。然而，闪电号刚刚急速行驶了不到3公里，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再次响起，打断了闪电号的急速行进。这一枚水雷直接被推到了水密隔舱里，然后爆炸，直接将本就不怎么以坚固的水密隔舱炸了个稀巴烂。大量的水涌进了船舱之中，闪电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沉着，不少水手见状纷纷跳下了船，向着岸边游去，企图逃生。而在旁边不远处的我都看傻眼了，我万万没想到这个闪电号居然这么不抗揍，2颗水雷就解决了。看着下沉的战舰，我也没有了亲自出手的想法，而是让那些自走机械出场打理。众多自走机械用加特林扫射着船上跑出来的水手，无数人沉尸河中，解决了外逃的敌人。自走机械开始组队攻击还留在船上的人，刚有一台自走机械爬上了船头，就迎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打击，各种型号的子弹如同雨点般射来。进攻受挫之后，立刻有大量自走机械围了上来，一轮电浆手雷甩了上去，随后就是飞天汽油动力矩空中侦察。此时，原本堵在船舱门口的人已经被电浆手雷烧成了焦炭。一个青铜宝箱浮现在船舱之中，一台自走机械立刻过去，拿起了青铜宝箱。宝箱被捡取后，船只和水手的尸体化作流光消失不。看到闪电号消失，我看了一眼手表，时间定格在5分19秒，整个行动时间不超过6分钟，还不错。同时我看了一眼眷属徽章上的属性，积分已经上涨到了1012，说明这艘船上至少有8名玩家。只有8个玩家吗？我回忆了一下刚才河水都被染红的情景，明显死亡者绝对不止8个。难道说剩下的那些都是被招募的土著吗？看来在船队里那些土著的比例很高啊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策反那些土著，如果能让他们自己窝里反就好了。此时001已经将青铜宝箱送到了我的面前，头子女神保佑，一定要出个好东西。对着盒子拜了3拜之后，我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个青铜盒子，一把复古的左轮手枪出现在我的手中。手枪似乎是由黄铜制作而成的，整体色调一致，握把是胡桃木，在弹仓的外面刻画着细密的符文。瘟疫传播者，符文枪械，每一发子弹都蕴含着大量的致命病毒，分别为伤寒、鼠疫、埃博拉、疟疾、天花、登革热，击中后会让人急速患病，陷入各种并发症，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。这东西没啥大用啊，把这个给莉莉丝送去。我将手枪交给了001，我自己在今天是不敢再去莉莉丝的房间了，怕被砍。指挥官，之前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，闪电号内有人用无线电发报，因为太简短，缺少对比，暂时无法破译。不过我将其拦截了下来。他们之间居然还用电报进行联络，不过人已经死了，这个消息是瞒不住的。他们只要看一眼区域频道就能知道，趁着他们还没离开，先干掉这些家伙再说。好。大量自走机械立刻回归到了车内，随后车子以前航形态向着远处的剩余的2艘船靠了过去。此时胜利号上的司命一脸阴沉地看着远方，他已经通过区域频道上的讣告知道了闪电号全员阵亡的消息。闪电号是他之前的座驾，他在上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更是派了自己的亲信掌控全局，可是就这么沉默了。有消息传回来吗？没有任何消息。舰长，闪电号沉没的太蹊跷了，我怀疑前面有埋伏，不如我们暂且后退，呼叫支援，等到舰队主力齐聚，再一起出动，一定能扫平前面的埋伏。你觉得那些该死的家伙会在原地等着我们慢慢集结大军吗？等到主力赶来，他们早就溜走了。传我命令，全舰加速！我就不信有着海洋女神雕像的守护，他能把我如何？前进！
司命仗着自己的胜利号坚船利炮，无所畏惧，直接开足马力，向着我所在的区域冲了过来。其实，哪怕他开足了马力，也不过30节的速度，想要抵达出事地点，也要1个多小时才行。而此时，我则正在琢磨着怎么搞掉剩下的那2艘船。抬头的无畏舰，已知的符文装备有2件，一件是能提供全舰防护船首相，另一件是大幅度提升射程的大口径主炮。这里面最厉害的是船首相，居然连高超声速导弹都能拦截，那么水雷什么的估计也没用了。激光不知道好不要用，但是估计也很悬。至于另外1艘铁甲舰，看外观效果应该是拥有船体自我修复功能，而且速度好像还不慢，2发锆石导弹的伤害不出2分钟就修复完毕。胜利号在航道上劈波斩浪高速行驶，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尾迹，剩下的那艘铁甲舰也紧紧地跟随在一旁，随时护卫。船舱里的水手们也一个个穿好了防弹衣，拿着各种枪械站在甲板上，紧张着扫视着周围，充当人形侦测器。一阵刺耳的声响起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我听着好像是汽油锯，我爸是伐木工，我天天听到这种声音，熟得很。汽油锯？你听错了吧？这可是河道上，而且你看看两边都是荒草，连棵灌木都没有，哪来的汽油锯？卧槽！这个水手一边说着，一边无意的一抬头，愕然发现居然有一把汽油动力锯从他的头顶上飞了过去。还真有汽油动力锯，还在飞，我不是在做梦。汽油动力锯真的在天上飞，它们不光在飞，还扔下来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一个个圆滚滚的罐子掉落到了甲板上，随后一阵阵浓烈的烟雾从里面冒了出来。离席，烟雾弹！有人立刻抓起地上的烟雾弹，朝着旁边的水里扔了出去。然而，大群的汽油动力锯从天降，将大批烟雾弹扔到了甲板上。很快，甲板上就被浓烈的烟雾笼罩了起来。就在甲板上的水手乱窜的时候，一个个8条腿的自走机械从水中爬了出来，沿着船舷爬到了甲板上。自走机械配有全套的红外成像仪，哪怕在浓烟之中，也能清晰地分辨目标。举起手中的加特林，对着船上的